这是3代的铝合金款啊，是故障机，没有电流输出，发过来让修好之后直接改4代。那么咱们直接就拆机。它这个上面这个黑色是它贴了一层膜。既然要改4代，咱就直接上一个4代的控制板，因为4代有自动检测功能，让自检一下看能不能正常。正常的话，咱就直接改装就行了。因为3代版的控制板故障率还是蛮高的。你看这个电容提示容量过小，其他倒没啥问题。这3个电容是输出端的滤波电容。它这是全桥整流，4个管子，待会儿把这个拆掉，变成全波整流。全波整流就是要动这个变压器，变压器要改一下。这个电容换掉了，然后这个也改成全波整流了。但是现在你看自检之后又有些问题了。这个继电器 K3 继电器输出继电器，你看有问题，这个压降 9.9 伏，这还得换。等于说要把这个散热片啊啥还得全部拆掉，那换吧。看这个线圈这儿烧糊了，看到了没？炸机炸的。这是拆下来的继电器啊，新继电器已经换上去了。好了，这次又检测一下，没有问题了。下一步开始装壳。这是新款 2.4 英寸铝合金外壳啊，新版的。然后2组输出端子呢都变到前面去了。和铝合金 3.2 英寸的这个模样差不多，不过它这个屏幕旁边多了一排指示灯。咱们看一下组装过程。首先装亚克力保护板之前呢，先贴上双面胶，它这个双面胶需要自备的啊。这是亚克力保护板，把这个粘上去。这个和咱普通 2.4 英寸这个装法是一样的，它这个支架有点不一样。你看它是两侧两条，以前那个是一个框架，这是和老的有点小区别啊。这边是指示灯板上也贴点双面胶，这个指示灯板是套件里带的啊，直接把这个塞进去粘上去就 OK 了。然后起子机拧底，编码器这个插件要拆掉，把这个线要单独焊上去，不然的话这个碍事。你看这样已经焊上去了。它这个支架就编码器这一块呢还要剪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多出了一点，不然的话有点碍事，稍微修剪一下，这样的话放进去就正好。然后这边固定编码器，然后这个插件是这样正好能插上去的啊，就是编码器这个插件。然后把前散热风扇装上去，4个螺丝固定。下一步装这个接线端子和 XT90 线装上去。这个线鼻子这块是最难整的啊，因为我把这个线鼻子换大了，因为我用这个线是10号的硅胶线，它配套的线鼻子要小很多，10号硅胶线根本塞不进去。这个假如再宽1毫米就碰到外壳了，所以说这个很难搞。外面再套一层热缩管，防止碰到外壳。下一步焊接这个 XT90 这一块，这块相对简单啊，就是那个线鼻子那个处理很麻烦。这是后边就相对简单。这个看一下，下一步就是装壳。这个我感觉最难做的就是前面板，前面板你只要搞定了，那一切就很简单。当然你用它配套的线鼻子把这个导线换细，那也简单。另外换下来的铝合金外壳和套件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，几十块钱就可以拿到，也帮这位朋友回点血。装上了，然后自检一下，最后是待载试验一下啊。2700多瓦，一切正常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